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brina。今天这一集呢是献给刚入坑的新手们。我们今天有统整大家新手常犯的5大错误，像是给水、给肥、阳光、环境跟虫害。那我们这次一次统整在一集里面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你们有犯到这些错误吗？那我们今天也是特派记者来到我们的餐厅建物前面，来偷偷看一下目前的进度。听说好像6月就可以开园喽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首先第一点呢，就是不断的重复的就是水分。然后鹿角蕨不像是一般蕨类，他们喜欢阴暗潮湿，它反而喜欢通风干湿循环。所以老话一句，就是鹿角蕨不太会死，通常都是被大家淹死的。就是一定要等到它的水态全干了再给水。那我们拿一板来做范例给大家。像我手上拿的这板是日本白朴，然后我们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哦。水苔是已经完全没有水分，干干的，这种呢我才会拿去泡水。然后是我就会直接把它丢到水里面，然后我就是泡水把它压着啊，让它吸了3到5分钟再拿起来就可以。啊，像我嘞，通常就直接把它丢下去，然后我就去做别的事情，回来之后再把它提起来刮就可以了。那其实我觉得泡10分钟啊都没问题啊，最怕就是你只有下去泡一下就拿起来，啊，它其实水分根本没有吸进去，所以长期如果是外湿内干，植株反而会死掉。就是要泡就是让它一次湿，要干就是一次干。但小苗就完全不一样哦，小苗千万不能大干大湿，它反而就是微干微湿是最好的。像这边的水苔大概摸起来就是一点点湿度，快要干了，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稍微给它补一点水。其实这样就是最好的，因为小苗它本身根系还没有那么多，啊，小苗千万就不能大干大湿哦，它要把这个干湿循环缩短，所以变成就像是微干微湿的概念，然后也不能到大湿，因为大湿它很容易会烂掉。像我后面这一盆的话，它摸起来就已经有8、9成了，没有到那种饼干脆脆的感觉，但是已经快干了。然后这时候我就会帮它们补一点水，那也不会到太湿啦。因为小苗根系还没有那么多，所以耐受度没那么高。那像这种小苗啊，用一般的花洒或电动喷壶都没问题。哎，我很喜欢这个，你不觉得很优雅吗？那在第2点的话，会讲到光线，因为其实现在开始蛮多路友会开始在室内补植物灯。那我这边收到大家蛮多的，我常见的问题就是呢，有一种就是他补了植物灯，但它距离太近，然后瓦数太强，所以导致反而植物的叶面啊是呈现那种畸形青苹果黄莱姆色，那反应啊都代表的是光线过强。鹿角蕨并不是光线越强越好，所有东西都是要适中。那还有一种就是呢，为什么它的鹿角蕨放在室内了有补光，然后距离也超过35公分以上呢，但都没有生长？那我这边研究下来发现，蛮多人他们会以为说，他买了植物灯，然后距离大概抓了70公分，怎么都没有长。那其实是因为它的植物灯只有15瓦。那15瓦呢，其实你有一定的距离以后啊，它剩下的流明啊太微弱了，所以对鹿角蕨来讲也是不太够用的。那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呢，我们的距离跟我们鹿角蕨它的植物灯的瓦数是否适中。那再来是鹿角蕨它植物灯的角度该怎么打呢？可以来导演看一下我们头上这个，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斜前方的45度角。那其实正上方也可以补，但是你正上方补，你斜前方也要补哦，不能单只有正上方，因为这样很容易造成芽点内缩。要么就是2种都有，或者是如果只有2选1的话，就是45度角这一个是最好的方式。讲完室内植物灯的话，就来讲阳台竹。阳台竹的话，其实我们鹿角蕨只要避免阳光直晒就好了，因为其实蛮多人带回来都看得出来它那上面是晒伤。其实到现在3、4月，我觉得都还可以接受。那如果你是5月到10月这段时间呢，一定要让他们有一点遮阴哦，或是拉一个黑网，对他们来讲都是一种保护。那怎么去判别鹿角蕨它喜欢高光还是弱光？我们最常讲的就是呢，依照它叶面的厚度来做辨别。像那种白毛越多、叶面越厚的啊，或者是银鹭体系基因的啊，代表它们喜欢高光，所以就可以给它光线比较充足的位置。那如果是叶面越薄、比较没有毛的，像是雅猴啊、飞猴啊、雅黄，它这种本身叶面薄薄的，它其实对光线要求就没有那么高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选择弱光或者比较底层的位置做摆放。那讲完阳光之后呢，接下来讲通风，这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掉的一点，也是我们之前刚开始有犯的错误。就是我们那时候养在室内啊，小房间里面，但觉得植株怎么越养越不健康，明明温度、水分都控制好，结果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循环扇，它长期没有新鲜的空气的话，植物的生长是不会健康的。
所以，如果我们不管是养在阳台啊、室内，都记得哦，要注意整个空气是否有流通。那没有的话，你就加一个循环扇，就会改善的非常的多。因为像是之前我们就有看到，其实你养在室内不通风的环境，它会有点萎靡，芽点都不会死，但是永远都不太会有长的感觉。还有一个案例啊，是我看过说，它一切条件都 OK， 那为什么植株怎么有要死不活呢？后来找出原因，是因为这位路友呢，他把他的鹿角蕨挂在冷气的出风口，所以这也是不行的哦。空气太流通很不行，因为它这样长期会太干燥，而且对它来讲刺激太强，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你放的位置是否是刚刚好的。那接下来讲到虫害，最近我有收到几版，就是他带回来整理，然后发现上面充满满满的介壳虫。那这是我如果在帮忙清理都没有用，因为已经一整片了，我们只能忍痛把它剪掉。所以各位，鹿角蕨的病虫害已经算少了哦。那如果你这时候发现有1、2颗介壳虫，就赶快把它挑掉，然后把蜜露擦干净，用湿纸巾稍微擦拭过，喷一点新力净，你的植株就会一直保持的健健康康、漂漂亮亮。啊，如果你真的是有点忽略啊，它介壳虫就会越长越多，密密麻麻，整片叶子都会变得黏 T T 的，然后又会长那个 ON。所以这时候呢，那个鹿角蕨就没救了。芽点虽然还活着，但是连孢子叶都只能通通剪掉。所以有一点点虫害，我们就赶快解决。那还有其他的，就是水苔里面常见的鼠妇马鹿啊，都不用担心，它们都其实对鹿角蕨不太有害，就只是喜欢待在这种腐基物质，就是水苔这里面啊。看到也不要怕，你就慢慢把它挑掉，它就会越来越少。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预防蚂蚁，因为蚂蚁就是那个介壳虫的好朋友，就是因为它把它带过来的。所以有蚂蚁的话，我们就喷那种植物专用的精油啊，做驱虫。然后还有新力净，新力净就是比较天然的啊。接下来讲到肥料，肥料的话，大家可以去点一下，之前有一集我们大家上一个链接，就是有一个比较详解。那我今天就简单讲一下，我们肥料的话，通常都使用 B1 加 B4， 然后它是最经济实惠的液态肥。然后一种的话，就是我们在水苔里面都会再加缓效肥。那这些的条件之前都千万是不要太重肥，拨肥多施就好了。那我们通常是每一次水分里面都会加这些液态肥下去做泡水。那如果夏天啊，你浇水频率会变得比较频繁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建议说偶尔可以换个清水，因为你里面有缓效肥了，那你泡水它也会慢慢释放。那其实肥分控制是非常重要，因为肥伤的伤害啊，对鹿角蕨来讲是很大的哦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肥料如果不小心下太重，它受伤了，它修复其实要3到6个月的时间。所以在鹿角蕨的爆发期以前呢，冬天到春天它长得会很快的时候，这之前啊，就是注意肥料的控制，不要太重，让它这段时间可以好好的生长。因为如果你这时候肥伤的话，它反而浪费了这段它的爆发期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如果你的鹿角蕨的冠是会冲得比较高，像是澳银啊，那这时候肥料就尽量不要给的太多，因为如果你肥料给的足够的话，这种高冠的品种它就会比较安逸，冠就会冲不上去。所以给肥的话，真的是要注意，品种也是一个要事前考虑的一个条件之一。今天这一集其实内容啊，我们之前都有个别单独做一集的详解，但是因为到目前还是会收到蛮多大量的这种类似的问题，所以今天做的这种5大问题的统整，我们在养的时候是遇到哪些问题，那再特别挑出这些单集的内容里面去做研究。因为像是我觉得鹿角蕨养殖一路以来啊，每个阶段遇到的问题都会不一样，然后它如果环境对了，一定都会生长得很快。那如果它都没有什么生长或长得不好，一定可能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因为像是我什么环境都好，怎么都会长这样的，后来才发现啊，植物灯的光线出了问题，就是原来是太弱了。距离也是要一个拿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。希望这一集可以帮助到刚入坑的新手们，因为我觉得刚开始养一定都会不飒飒，觉得很茫然，然后好多影片要看要研究，会没有一个方向。所以今天这个大概就是一个统整的一个方向，可以慢慢去看出来你的鹿到底是需要哪一些东西呢？缺少哪些条件？那今天这一集啊，就蛮简简单单的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刚入坑的鹿友们呢，在养殖鹿角蕨上面一路顺顺遂遂的，就是不要走太多歪路，不要花太多时间。今天这一集呢就到这边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或是你有常见到什么问题，都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拜。